one knows what happens next. There's a lot of these like really smart sounding predictions. People make all kinds of like, oh, this is going to happen and this and the economy will go here. We have no idea. Like this is too complex of a system. This is too new and impactful of a technology. It's very hard to predict. 我们可以说正站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浪头上，一个由人工智慧驱动的未来正在用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速度冲过来。那在这场革命的正中心就有一个关键人物，他的愿景，他的行动正在深刻地塑造着这个新世界。这个人就是 OpenAI 的执行长山姆·阿特曼，而他讲过的一些话，真的让我们可以一窥那个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模样。你听听这句话 ：In a decade, perhaps everyone on Earth will be capable of accomplishing more than the most impactful person can today. 这不只是一个预测，这根本就是阿特曼为我们画的一张超级宏伟的蓝图。你想象一下，一个赋予全人类超级能力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对吧？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探索的一个正在被打造出来的现实。大家好，我是阿水。我们现在翻开传奇书签下一页，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山姆·阿特曼对于 AI 的这个宏大愿景，还有要实现这个愿景到底要付出多惊人的代价，以及这一切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又代表着什么。所以AI 的未来它真的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科幻情节，它不是将会发生，而是正在发生。它已经是我们现实世界里一个非常具体而且非常有力量的一部分了。5亿，光是这个数字就超惊人的呀！这是什么？这是 ChatGPT 每个礼拜的活跃用户数。你回想一下，以前有哪个科技产品可以用这种火箭般的速度和规模普及开来？几乎没有吧。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事， AI 早就不是什么未来科技了，它已经融入到全球好几亿人的日常生活跟工作里面了。 The upload happens bit by bit. It's not that you plug your brain in one day, but it's you will talk to ChatGPT over the course of your life. 这句话其实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转变。 Okay, can you show me a map of the best bakeries in the Mission District? Sure. Here's a map of the top bakeries in the Mission District. As you'd expect, Tartine is right up there as a favorite. 你看 AI 不再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它正在变成一个可以陪伴你一辈子的伙伴。随着像是记忆这种新功能的推出， ChatGPT 会在你的生命中不断学习，越来越了解你，变成一个真正为你量身打造的智慧体。这就有点像是我们大脑的一个外部延伸，一个跟我们一起成长的数位分身。好，那现在让我们从今天大家都在用的 AI 工具，把眼光放远一点，看看那个更宏大，甚至可能改变世界规则的终极目标。这是一场全球顶尖公司，像是 OpenAI 正在拼了命往前冲的竞赛。所以当我们看到像 ChatGPT 这么厉害的产品时，我们就必须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家公司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 Hey, how's it going? Hey there. It's going great. How about you? I see you're rocking an OpenAI hoodie. Nice choice. 他真的只是想做一个很会聊天的机器人而已吗？当然就是这个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这可不是指在某个特定领域，比方说下棋或写文章比人类厉害的 AI 哦。AGI 指的是在几乎所有的认知任务上都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系统，这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圣杯。你想要创造这么强大的技术，那伴随而来的责任肯定也超级巨大。根据 OpenAI 他们自己的章程，他们的初衷是好的，是良善的，但是这个造福全人类的使命，也恰恰是 AI 领域最核心的一个冲突点。我们到底该用多快的速度前进？是为了安全，应该踩刹车慢一点，还是为了抓住机会，应该踩油门冲快一点？这个问题甚至在 OpenAI 内部都引发了非常巨大的路线之争。不过，在这个崇高使命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到底要打造出这样的智慧，我们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阿特曼他自己就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们在做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哇，这就很精准地揭示了这项工程的规模有多巨大，这早就远远超过一般科技项目的范畴了，它的挑战性几乎可以跟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伟大工程相提并论。我们来拆解一下，打造 AGI 到底需要哪些关键要素。首先，你需要庞大的运算能力，也就是数不清的晶片。再来，你需要海量的数据来喂给模型训练。然后，你还需要演算法上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是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一个瓶颈，一个物理世界没办法绕过去的限制，那就是能源。阿特曼自己也承认，目前他们最被限制住的就是能源。没有足够的电力，再先进的晶片和演算法也只是空谈而已。当一项技术拥有这么巨大的潜力，又需要这么高的成本时，它势必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场技术革命带来了哪些希望，又伴随着哪些挑战。AGI 就像一把双面刃，一方面它承诺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但另一方面它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而这种承诺跟风险之间的巨大张力，就是 AI 发展的核心矛盾。究竟我们是该为了巨大的潜在利益加速往前冲，还是该为了控制那些未知的风险更谨慎行事？这不只是技术问题了，这根本就是价值观的选择。随着 AI 产业变得越来越重要，它自然也希望在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上能够有发言权。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些科技巨头开始把他们的财力转化成在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影响力。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份来自布伦南司法中心的数据，它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AI 这个产业是怎么用钱来影响政策的。那这边我们先说好，我们不偏袒任何一方，纯粹就是呈现事实。比方说，我们看到山姆·阿特曼共同创办的公司，就像一个支持川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了高达500万美金。这其实就透露出一个讯息，整个产业都非常希望在未来关于 AI 监管的各种辩论中，能够确保自己的声音被听到，并且朝着对他们商业发展更有利的方向前进。那么，站在历史的这个十字路口上，我们到底该怎么看待这项技术真的遗产？它又将会如何形塑我们的未来呢？为了让我们理解 AI 的长期影响，阿特曼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而要理解这个比喻，关键就在于这个问题。 And you don't think that it was those transistor companies that shaped society, even though they did something important. You think about what Apple did with the iPhone, and then you think about what TikTok built on top of the iPhone. And you think, 这就是关键了。阿特曼认为，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其实就像是早期的电晶体制造商，他们发明了一项很基础、很强大的技术。但是你想想，真正改变社会的，不是电晶体本身，对吧？而是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利用电晶体创造出 iPhone， 还有后来无数的开发者在 iPhone 上打造出各种 App。所以 AI 的基础模型就是这个时代新的电晶体。所以说，最终的问题其实是回到了我们自己身上。像 OpenAI 这样的公司正在打造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工具，但这些工具本身是没有意图的，是我们，也就是整个社会、创业家、艺术家，还有每一个使用者将决定要怎么去使用这些工具。我们到底是要用它们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还是会走向一个充满风险的未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最终将由我们每一个人共同来书写。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觉得有兴趣，请帮我按个赞，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鼓励。更重要的是，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会持续为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影片。